各位，我今天拍这部片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练习并不是那么简单。其实像我已经打鼓快20年的人，练习还是常常需要回归到原点，去针对最简单的东西去做反复的练习、反复的思考。那借由这段练习的影片，其实主要的节奏没有多复杂，就是一个骨干节奏，然后配上3个拨门，大概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我一样花了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去推算，如果我打鼓打到快20年了，可是还是需要花这些时间，那可以换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所以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急，可以好好的跟着我思考一次练习的流程。对，那这部影片总共分了2部，一部是教学片，一部是过程片。那你现在看到的是过程片。如果你对这演奏一开始的，如果你对这部演奏有兴趣的话，那你也想打得跟我一样，欢迎你去看我的教学片。好，那大概是这样。好的，各位，我现在来练 The Harlem Song， 我自己哈楞哈哈哈 Song， 然后我自己编了一点鼓。那我刚才发现，我编的东西大概速度在132，那困难点是在于要用脚踩6.1的半拍，所以只有3下。那再加接上第1下，所以是连续4下的踩法。那我很久没踩双踏了，所以我刚才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而且我还要打 disco，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所以我刚才察觉一下我的协调性，我发现我可能还不能在练的时候我不能先打disco， 我可能要先打8分音符，然后让我的右手能够维持在一个自动导航的状态，然后去让我的脚去练一个正确的速度。所以我大概刚才花了5分钟在校正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首歌练好需要多少时间吧。我希望现在晚上7点，我希望我可以在晚上11点之前把这首歌练好录好。那我把这个过程拍起来，那每到一个阶段我录1分钟，那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那刚刚讲解的东西我稍微示范一下。然后我现在只练了81。我练了很慢的速度，对，我练了80 BPM 嘛，就是快将近一半多一点的速度，然后去调整了我的协调性，调整我的脚的韵律感，让我打得顺了。所以那当然我一开始脚都可以踩200以上的速度，因为我以前就是练类似的东西对，我以前打极限金属，那速度大概就是200以上。那所以我的脚自然有这个肌肉记忆，速度的肌肉记忆。那最大明显的差异就是一个是踩3.1，一个是踩4.1嘛。那有时候约6.1变成是最后变成是回到1的时候是左脚踩第1下，大家其实很容易不习惯这种踩法，所以很容易就变成1、2、3是1，1、2、3是1，变成5、6、7、8、1这样子，会变成是为了你就变成踩得很快。那我现在速度才90 BPM 而已，那你想想看，如果是3.1的话，实际速度大概是145吧，135。那我们以元素来算好，元素132来算的话，你乘以 1.5 倍，就会差不多200左右。可是如果你是乘以2倍4.1的话，那就会是260，那个速度差很多了，你可能就会
开始哩哩啦啦，那踩得很不干净。这也就是很多双踏鼓手会犯的错误。4个小节的 pattern 完成4次，所以就等于说，我会给自己一个要求，就是要完成这个16小节是漂亮的，我能够完成这个挑战，我才会继续下一个速度。所以这也是一个完整的稳定度的一个显现。好，对自己完整稳定度的要求，对，所以推荐大家可以一个 pattern 你要能够重复4次，漂亮安全的完成。OK， 各位，肌肉疲劳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刚其实上一波是练了98 BPM 啦，然后刚刚录完到现在差不多过半小时，然后我去练110，好像速度有点一次加太多了，所以导致我的就是某3下踩太快，或者就是有点控制不好，所以我就把速度降回到105去练。那练的时候，推荐给各位几个技巧，就是可以把脚尖双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踩的越来不准的时候，可以把你的脚跟踮起来一点点，像这样。有时候会是有点 heel down 的去踩，比方偷懒。但这是很放松、很棒的方式。可是，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控制力跟清楚的感觉的话，我会建议可以把脚跟抬高一点点，有没有？颗粒会更加的清楚，会更加的舒服。好，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练的时候可以注意你一样手跟脚哪里有对到，可以把这个对点当做一个检查点，所以就可以帮助你练得比较顺利。好，大概休息了45分钟，吃个饭。那我现在回来感觉一下手感吧。那我预计会先用更慢的速度去让手脚去熟悉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把速度加上去。好，各位，那我刚刚又重新的把80到90 BPM 的速度练了一遍，然后在这边突然有个想分享的东西，就是双踏的练习，就是可以尝试着把你的重心抬高，身体有点往后倾也没关系，然后让你的脚跟一直保持在悬空的状况，你的踏板也是悬空的，然后只是动你的脚踝去踩。感觉你脚踝的放松，我有点忘记这叫什么技巧了，但就是蛮像平踩的，悬空的平踩。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OK， 各位，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脚感还不错。那我觉得练习的重点就在于说，感觉不要叫我吵。我觉得练习最重要的东西在于说，我为什么要把练习的标准拉得比较高，就是我希望我的每个动作都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做出来的，而不是每次都很硬很硬。然后你可能可以前后伸缩的速度，就是你练到的肌肉记忆就会比较死。那我会希望我的肌肉记忆都是柔软的，
然后都是真正的100%掌握的感觉。所以我刚刚踩的时候，觉得我的脚还蛮放松的，而且也蛮重的，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使出蛮大的力量。这个可能有在训练某些事情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些体会。对，那就是我每次练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所以我来录录看，跟前面踩的什么不一样吧。我会觉得我脚踝更加放松，然后跟我大腿的结合的感觉更加的好。对，那整只腿的动作都更协调。那by the way，超级久没练双踏，大概有2-3年没有认真练双踏了。好，各位，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就好了。115，希望我这2天可以把它练完，然后把影片赶快拍出来。毕竟世界杯决赛已经结束了，要赶快把这首歌练好。大家拜拜。对了，还有个秘诀就是边练的时候边唱这首歌，所以哈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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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所以我今天大概练了几千次这一段吧。那因为我今天已经非常累了，教了一整天的课，然后处理一堆网站上的东西，都快发疯。那所以我今天练的时候，我觉得身心状况不是太好。所以我就练得超级慢速，就好像是我在教运棒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如果我手都要练习运棒的话，那我脚是不是也要练习一下运棒？所以我就在练得超级慢的速度。我大概练了，我们第一天，其实我今天早上我大概状态好的时候，可以踩到原速132，可是晚上不知道什么，就是因为想回家，想睡觉了，然后我就一直踩不干净，所以我就一直降速。我降到60 BPM 左右吧，然后我发现，这个节奏听起来打起来怎么有点像 Believer， 对，所以就当做发疯来打一下这首歌吧。OK。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 经过昨天练到11点嘛，然后我今天早上一早来练，没有练的，就是刚刚打了一下，觉得感觉还不错哦，就是身体刚睡醒，然后头脑醒过来之后打的东西，感觉真的状态还不错，所以。就是来记录一下啦。好，刚刚那是126，我们来试试看132的目标速度吧。那比如练到后面脚开始酸了，就开始紧绷，那声音就开始混浊，就是变纠结在一起。
所以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练双踏练这种6连音的前4下、后4下这种比较基础性的练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练16分音符都不会。我以前打报四折，然后打16分音符踩满，可是连踩我都还可以踩的，就是可以保持很持久。可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比如说1个小时后，我还是可以踩满220 16小节之类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这种急促的练习，我大概练个10分钟，脚就开始有点分不清楚那个解析度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练习状况，那要想办法去克服自己的练习状况，就是一件很大的学问。你要跟自己对话，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 whatever 我可能就是OK 没力了，我就是再回去练解析度，我可能回去练70，回去练60我永远都不会去想说我只要，如果你只减5 BPM 减5 BPM， 那有点像是你的肌耐力跟你爆发力还不足的时候去跟的东西。可是如果像我已经知道我的脚的速度就是可以踩到220，就是曾经我踩到220，所以我们的目标速度是132的6连音嘛，最快就是不到200，198，应该是啦，198。所以我知道这个在我能力范围里面，那我练不到的话，我要去采取怎样的措施？我不是要再去增加练习我的肌耐力或者我的肌爆发力，我应该要练的是我的脚的解析度，我对脚的控制力，我能不能在每一次去踩连续4下的6连音的时候，我都能够踩得很漂亮。这应该是我的第4次练习，那我觉得我应该是练得差不多了。然后早上大概想了一下那个开头的过门，那大家一样会示范给大家看。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录音的过程，祝我好运。OK，又发生一个脚有点开始紧绷的状态，希望前面录了几个 take 就可以用。那我现在就来检查我前面录的 take 感觉怎么样。大家应该有发现我最近比较少剪影片，比较少上传影片。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正在准备充实我的线上课程。那当然，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线上课程，虽然之前也是有发固定每周的去发影片，但我在这个就是前阵子有点疲倦，然后我后来直到我发现了可以用 AI 剪片这件事情，才让我重新的对这件事情的效率产生希望。对，要不然的话，其实自从我辞职到现在，练鼓时间比我在上班时间还要来得少。那我也会去怀疑说，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所以自从有了 AI 剪片，让我可以边剪片边做事情之后，让我感觉到我可以提升了我的效率。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希望。那希望我可以未来可以借由这件事情，借由 AI 剪片，释放我的时间，然后
把自己练得更好，然后也产出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对，那我使用的是 Cloud 的剪片，它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如果之后的影片可能大部分都会是 AI 剪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你对我未来的影片有哪里觉得 AI 感太重，或者是你喜欢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东西，都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再来就是第3点，最近正在充实的线上课程，对，其实这2个礼拜没有 po 影片，我还是有持续在制作影片，只是我制作的是我线上课程的内容。那我做线上课程的初衷，就是当然一部分是为了赚钱嘛，一部分也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有系统性的学习，于是我把我的课程，也就是我原本的24堂课程的基础，把它拿出来进行延伸，分成了5大类的课程。那目前正在work on的就是有基础的爵士鼓入门，再来就是解放手脚，还有即兴的内容。那我这阵子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放手脚跟即兴的部分，因为这2个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未来会释出更多我的课程的消息。如果你对于如何即兴，然后如何解放你的手脚，打很多 trap， 打得像高手一样有兴趣的话，欢迎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会慢慢的把消息告诉大家。那就这样，拜拜。